在同荷兰、日本达成涉及对华芯片产业限制协议后，美国又找上了印度，双方就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展开合作，达成一致。尽管美方将与印度的协议描述为美印关系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但印度几乎要从零开始建立半导体产业，并非易事。而无利不起早的美国也未必会对印度发展半导体上心。此外，美国大搞胁迫诱拉，也将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与印度总理、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1月31号在美国启动了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同意扩大两国在国防技术、半导体、人工智能，包括5G 和6G 技术在内的下一代通信、太空等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美方将努力推动印度建设先进的移动网络，并寻求在半导体生产方面的新合作，包括帮助印度加强芯片的研究和生产，解决印度人才赴美工作签证限制等。沙利文表示，继美印在2016年达成核电合作协议后，此次建立技术伙伴关系是美印关系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尽管白宫在说明与印度的合作协议时并未提及中国，不过沙利文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印的这份倡议就是为了与中国竞争。沙利文不仅声称10多年来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的背景一直是美印关系中的一个特点，还渲染中国带来很大的挑战，它的经济实践、军事行动以及在未来产业、供应链方面的努力都给印度带来深远影响。英国金融时报分析认为，美印这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技术、太空、国防倡议的目标是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国，同时摆脱印度对于俄罗斯进口武器的依赖。纽约时报提及拜登政府近一段时间来对中国在芯片等诸多高科技领域的限制，指出美国出于在这些领域中同中国竞争的考虑，试图将某些关键零部件的制造从中国转移至印度。美印相关的一个合作的举措，实际上是都是从两个国家各自的一些战略意图这个出发的。比如从美国这方面，那么它带有很强的一个对华的一个色彩；从印度这方面，那么它也需要借助美国的一个力量来提升它自身的在半导体啊，在这个量子科技啊、太空啊等等领域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水平，包括国防领域。所以美印呢，它当然有它自身的一些考量，但是如果从整个国际局势来看的话，那么我觉得美国这个举措是应该说是实际上是在它过去几年针对中国的这种技术打压的一个升级。实际上，近年来在半导体、通信等技术领域，美国已经针对中国实施了多项限制性措施。美国近期还与日本、荷兰官员在华盛顿达成神秘协议，同意扩大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措施。近日更有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停止批准美国企业向中国华为公司出口包括4G 智能手机芯片在内的大部分产品。美国大搞胁迫诱拉，破坏的是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冲击的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它实际上是有既是一个对华，那么也是一个在中印之间打楔子这么一个企图，同时呢对全球的相关领域的一个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合作，那么也带来一定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在美印官员见面当天，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与印度电子和半导体协会宣布成立私营领域的工作组，加强两国在全球半导体生态系统中的合作。虽然美国声称有意助力印度的半导体业，但目前印度并非半导体制造国，印度的半导体几乎全部从中国、新加坡、日本、美国等进口。要在印度从零开始建立半导体产业并非易事。印度的基础设施非常薄弱，半导体制造厂的生产环境非常严格，必须供水充足，确保稳定电力供应，有高效的物流支持。但是印度去年夏季经历了多次大面积停电，水资源危机也持续多年，港口效率低下，海关清关耗时长等，都让海外资本望而却步。纽约时报还指出，若将供应链移出中国，不少企业发现很难获得所需的大面积厂房以及技术熟练的工人。
除基建外，制造半导体所需的原材料，印度也难以解决。目前，半导体中要的原材料单晶硅、稀土等主要来自中国。即便印度的制造厂投入生产，如果订单量不够大，不足以降低生产成本，那么与其他已经进入全球市场数十年的成熟供应商相比，印度的半导体产品也没有竞争力。美印之间的分歧还体现在战略层面，两国在不少问题上步调不一。例如，印度长期依赖俄罗斯军备，在美俄关系因乌克兰危机而恶化之际，印军赴俄参加军演，并继续购买俄石油。沙利文此前也承认，考虑到印俄之间的武器贸易，美印伙伴关系并非没有风险。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印度也总是不那么热情。去年在美国中要战略印太经济框架贸易分支的谈判中，就不见印度的身影。印度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只是想削弱中国在半导体制造等领域的地位，并引诱印度在这场博弈中扮演区域代理人的角色。美国同印度的这笔交易似乎更像是一场地缘政治游戏，而不是贸易协定。印度想要升级本国芯片制造业，不能寄希望于美国的提携，而是应当首先打好产业基础。印度应该明白，芯片制造业发展终究离不开亚洲区域产业链上下游参与者的密切合作，尤其是与被视为制造业中心的中国合作。这个半导体领域这个发展，它实际上是非常的一个严格，无论是对于技术还是对于基础设施等等，那么它有各方面的一个要求。所以呢，我觉得美国，包括从美国这个角度来讲，它到底是不是真心的帮助印度来发展这个半导体行业，我觉得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更多的可能，我觉得是要帮助印度在半导体设计分装这种低端的这个领域，那么来扶持印度，但是在于这个涉及到一些关键技术领域，未必愿意跟印度分享。美国采取的另一个行动是和印度签署关键与新兴技术倡议，要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通信以及太空等领域强化双边合作，建立具有韧性的半导体供应链。那您认为这是针对中国吗？美印能组建起高科技抗中同盟吗？最近在全球呢都在讨论一个热门话题。那么在中国呀出现人口负增长以后，印度会不会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取代中国在制造业上的地位？加上呢，美国扩大对华经贸和这个科技制约，外资企业会不会撤资向美国回流，或者呢到东南亚、南亚等劳动力廉价的地方去？那么随着讨论呢走向深入，人们尤其是务实的企业界人士认为，这种想法呢存在的，但是呢恐怕难以成现实。因为呢，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不仅完备，而且呢，中国能够提供劳动力流动和就业的基础设施，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呢不具备这样的优势。就说印度吧，劳动力资源呢的确丰富，也够廉价，但是能成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员工吗？非常难。英国金融时报呢以苹果公司为例，讲了苹果为什么不会搬到印度。一呢是中国的制造业供应链、产业链呢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其完整性呢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用苹果公司总裁库克的话说，要是苹果呢召开一个供货商会议，那么在美国来的人呢可能坐不满一个会议室；要是在中国的深圳呢，可能全城人都会来，几十个会议室都装不下。二是中国呢有熟练的技术工人，富士康一个企业呢在中国大陆培训出的技术工人就比台湾全岛的人数还要多，其他国家呢都没有这么多的产业工人大军。三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呢为人员流动提供了便利，高铁呢可以把人们快速的运往某一个新企业，中国政府提供的宿舍呀也可以让工人呢马上住下来，深圳呢还在厂区呢建立了配套的学校，可以解决工人的后顾之忧，让孩子们呢有学上。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呢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劳动力廉价呢是一个因素，但是还要看呢有没有提供让劳动力安家落户的条件。那么文章的结论是，苹果公司呢出于美国地缘政治的压力，可能呢向印度转移一些业务，但呢也是包装等次要业务，其核心产业呢一定会留在中国。要是搬走呢，就像纽约市瞬间变成小村庄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反过来看呀，美国和印度的高新技术合作，美国呢的确有让印度替代中国的强烈愿望，但是呢印度不具备完整的供应链和发挥廉价劳力的条件。印度呢在一些技术领域的确有优势，
比如在计算机和客户服务上比中国还强。但是呢，从各个产业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来讲呢，那么从高端人才储备上看呢，都是不如中国的。所以啊，这个美国呀拉拢印度在高科技领域彻底围堵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梦幻。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